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佛历8月下初一，万象中雨，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31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3.14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9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09%。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震荡走低，最终收于1288.08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3.72 点，跌幅为 0.29%。全天市场最高触及1310.06点，最低下探至1276.58点。昨日全市场成交量为106.38万股，总成交额约为 19.76 亿基普。从个股表现来看，市场呈现跌多涨少态势，在上市的12只股票中，仅有萨万尼逆势上涨。昨日收盘价报4440基普，上涨60基普，多数权重股及活跃股表现低迷，共有5只股票遭遇下跌，其中老挝农业跌幅最大，下跌80基普，收报1340基普，联合发展银行下跌50基普，收报8350基普。此外，外贸银行、老挝电力及老挝石油均小幅下跌10基普，其余个股则持平收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老证券、浦西开发、马哈腾以及万象中心昨日股价未发生变动，但依然保持了一定的交易活跃度。其中，中老证券昨日成交量超42万股，为全场成交量最高的个股。总体而言，昨日大盘受权重板块集体回调拖累，整体走势偏弱。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11万3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75万基普，跌幅 1.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25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45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6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总理参观信赛学校废弃物创意手工艺品展位。近日，第14届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雾霾污染部长级会议在万象举行，老挝农业与环境部部长林康端沙万主持会议。期间，总理宋赛西潘敦前往参观了信赛学校的展位，观看了学生利用废弃材料制作的创意手工艺品及环保时装秀。信赛学校校长阿里彭塞纳向总理汇报了学校推行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理念，开展垃圾分类及建设绿色、清洁、美观校园的成果。总理对学校师生的环保举措给予高度赞扬，并鼓励其继续培养学生和家长的环保与卫生意识。2. 巴江扎伦苏县携手达拉克橡胶公司开展校园植树活动。6月26日，赞巴塞省巴江扎伦苏县领导班子联合达拉克橡胶有限公司，在当地苏沙潘完全中学及幼儿园开展植树活动，庆祝国家植树节暨世界环境日。县委书记安内显翁萨、县长苏塔亨沙均拿布、达拉克橡胶公司总经理杜天义及副总经理徐文阮等领导联合相关部门及师生共同出席。活动中，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凯颂坎帕苏强调了合作保护环境、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性。随后，各方共同在2所学校栽种了观赏和遮阴树木。3. 甘蒙省公安局移交115名电诈嫌疑人。6月26日，甘蒙省公安局将115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嫌疑人移交至老挝公安部治安总局外事警察局依法处理。此前，警方于6月20日在龙博县一 KTV 抓获65人，2月23日在他区县一度假村抓获50人。行动共缴获台式电脑137台，笔记本电脑4台，手机757部及打印机2台。该团伙在老挝境内非法居留，并从事电信诈骗活动，违反了老挝出入境及外国人管理法。4. 色贡省清剿电诈团伙抓获101名外籍嫌疑人。近日，色贡省公安局对拉曼县和达丁县的9处电诈据点实施清剿，
共抓获外籍嫌疑人101人，涉及中国籍90人，日本籍7人，柬埔寨籍4人。经查，其中63人为电诈嫌疑人，现场缴获手机1331部，电脑9台，枪支1支，大额现金及部分毒品。另有38人为偷渡非法入境人员。目前，警方正对嫌疑人展开深入审讯，并对涉案场所业主进行追查。警方呼吁民众积极举报，共同维护社会安全。5. 卢森堡发展合作署会见万象省领导共商合作。6月29日，卢森堡发展合作署亚洲区代表罗伯特·迪瓦德哈一行会见了万象省副省长希温塞奥拉本，相关厅局负责人随同出席。双方就新阶段的后续发展合作战略展开讨论。会案旨在回顾卢森堡政府此前对万象省的支持项目，并探讨未来在提升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及地方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卢森堡发展合作署长期在老挝教育、卫生、农村发展等领域提供无偿援助。此次持续合作将进一步助力万象省社会经济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6. 2026年湄公河增长博览会圆满落幕。6月29日，为期5天的2026年湄公河增长商品博览会在万象 Big C 中心闭幕。万象市委书记阿萨潘通西潘敦、泰国驻老挝临时代办潘塔纳普拉科萨特、万象市工贸厅厅长万马尼彭马山等出席。本次展会汇聚了老泰两国40家企业，5天内累计吸引1500人次，总交易额突破25亿基普，成功促成63对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部分生产商与 Big C 等3家大型商场达成进驻谈判。未来，万象市工贸厅将推动老挝产品走向国际。7. 老挝中央僧团携手中国信众捐资1亿基普建小学。6月27日，沙拉湾省瓦比县新丹村举行小学校舍建设捐款接收仪式，此次捐赠总额为1亿基普，由老挝佛教联席会中央办公厅公共福利委员会主任松蓬显帕站、高萨拉以及来自中国的信众共同赞助。松蓬显帕站在仪式上为学生开示，鼓励其勤奋学习。新丹村代表对万象僧团及中国信众的慷慨善举致以深切谢意，并承诺将确保资金公开透明，加快学校建设，为孩子们提供更安全、优质的校园环境。8. 执法人员整治塞塔尼县东德至怀德村路段交通秩序。6月27日，西威莱村村长丰提拉坤率领村委会及执法人员，对东德至怀德村路段沿线的违规占道经营及杂乱秩序进行了集中整治。此次行动旨在为即将于7月初正式举行的西威莱镇政府成立宣告仪式做好市容市貌的全面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